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麟。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常会分析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其实我们觉得最近可以谈的是美中台日把日本再加进来。为什么呢？日本在7月中他们出版了他们2021年的他们的国防白皮书到底里面跟过往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跟台湾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美中台日到底会不会有一些牵动的改变？我觉得今天值得从这个白皮书好好来做一下了解。那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们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宏麟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是不是可以就请您这个，因为真的是热腾腾刚出来就是给他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日本国防的这个白皮书为什么会引起大家很广泛的好奇跟讨论？显然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呢？一方面当然这个白皮书本身有些不一样，有些跟过去相比一些突破的地方。那重要的是在现在这个时空环境下为什么在这时候推出这种东西出来？当然，就日本照惯例每年都会推一本出来。现在的所谓时空环境就是说，中共这2年呢外交跟军事上面扩张比较大，那么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弹比较强烈，所以大家就很关注说，那日本作为近邻国家，又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呢，跟中共正在展开对抗，那么这份白皮书呢，到底反映出什么东西出来？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说的就这2年呢，这2天刚刚推出来的，所以还是热腾腾的。我们叫做2021年版的日本的国防白皮书或者防卫白皮书，他们自己称为令和3年版防卫白书。大概有几个特点吧。第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台湾局势的重要性，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跟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所以台湾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跟国际社会重要性，他把这3者连在一起。那这种表达方式呢是比较强烈，然后过去没有看过的。我不是说他们过去没有谈过台湾，但是不是这么个谈法。然后摆的章节不太一样。第二呢，他这个把他观察台湾问题之后呢，他就特别注意到说，对台湾最大的安全威胁呢，不用说了，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他说中国大陆呢，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越来越活络，这是我们节目上不断提到，然后不断强调的。然后呢，台湾方面的应对，所以日本这个白皮书说，外界觉得说两岸的军事情况呢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升高。其实前一阵子我记得大概一些国际刊物都谈到吧，不管是《金融时报》也好，亚洲周刊也好，都谈到说台湾海峡是一个最危险的地区。我虽然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台湾地区附近紧张趋势升高，那这是确定的。所以这第2点，所以这个白皮书呢也呼应了这个观察。第3个部分呢，那我们觉得比较大的这个差异就是，过去呢，日本是循着他所谓的一中政策，把台湾摆在中国的章节下面来谈。那么这次比较有趣就是，他没有改变他一中政策，但是把台湾列在美中关系下面来谈。我们等一下就会详细讲到说，其实我们一直讲，我们说美国跟中国这些年来一直把台湾当作筹码，当作棋子在下，所以台湾的局势呢，空前难受，空前安全。现在日本也这样看，把台湾摆在中美关系篇章下面，所以这是一个说起来不算小的转变，但是很值得玩味它背后的意图。我想另外再请教老师过去当然我们知道日本常常都把北韩当作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他们国家的威胁因为的确你看北韩常常这个没有以后的突然试射飞弹等等这造成地区的非常的紧张但我倒好奇，如果赵老师刚刚的脉络来谈，到底在今年新的版的内容里面，他们把中共排在怎样的调整？是会有调整吗？说起来重要性是有调整哈。当然，因为中共这些年的表现，我们也一直帮大家在那数然后再帮大家分析呢。我们就提醒大家说，中共对区域的威胁，乃至对国际威胁都比较大。那么日本这份白皮书呢，就很清楚表现了这个转变。过去的把北韩摆作几乎是摆作第一位，当然也提到中共的威胁，不过强度没那么强，但今年这份强度强很多。
他大概讲了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些年来呢，尤其是近2年来呢，中国大陆的军事动向呢，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那不管它的是国防政策也好，或者有关军事有关的一些事务，或军队有关的事务呢，它都有相当大的不透明性，这点让大家很担心。我们常讲，我们说每个国家都有军队，这我们了解。那每个国家军队当然都保持一定的这个秘密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多数国家呢，都把它大部分的这些军事力量呢，到一定程度是展现给大家看。不是为了恐吓，就是说我也取信于你，我就这么多力量，我摆在这儿，那么你不要来碰我，你碰我就怎么样？大家都摆出一定防御力量，大家想说哦，那就很清楚了。中共摆出一部分，但中共藏了很多东西，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家摆出来就摆出来了，很少拿出来吓人。中共时不时会拿出来吓人，所以这点大家觉得说很烦恼，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谈到吓人呢，对日本来说感受最强烈的呢，就是我们叫做钓鱼台，他们叫间隔诸岛的这个部分。那中共呢时不时出现渔船啦、渔政船啦，或者甚至海警船啦等等。那到这个钓鱼台附近，那过去当然还出动过这个军舰。所以日本觉得说，中国这2年当然军舰出的比较少，但是海警船出的比较多。所以日本的诠释是，中共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日本感到强烈忧心，完全无法容许。这一点坦白说，我是有保留。我认为中共是做动作多，他可能未必真的想要改变现状，所以这点呢，我想有诠释空间。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点台湾应该出来表态，也就是如果我们认为说钓鱼台是我们的主权归我，那现在你们霸占了，或者现在这个你们这样统治当中，那你们做这个事情呢，在我看是不合法的，所以台湾应该表态。即便日本对台湾做了很多的帮助，但在主权问题上有些地方该说清楚还得说清楚啊，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过去节目讲过，今年1月下旬的时候，日本通过海警法，然后对不起，中国通过海警法，然后2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一开始实施之后呢，日本举国哗然，为什么呢？海警法里面有一项很重要的条文，他特别讲了说，这个如果必要的时候，这个海警船呢可以对这些不服从命令或什么的，这侵扰这个所谓中国领土领海的这些外国船只呢进行开火。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话语，因为一般来说呢，通常各国都有海警，我们叫海巡嘛，各国都有海警，美国叫海岸巡防队或海巡队或者海岸巡防队。不管你叫做什么，它都配备一定的武力，但配备什么？配备轻武力。这些海警船通常没有重炮，它通常有轻炮了不起了。最常见什么呢？重型机枪或者轻炮。就距离不是特别远的，射程不是特别远，然后威力不是特别大的轻炮，目的就是说，当就别人船逃走，我对他前面发炮呢，阻止他再继续前进，那他会停车下来或停船下来，让我上去追捕他。那这种我不是说海警不可以用武，可以用武，各国海警都用武，问题是你在什么情况下用武呢？这点是可争议的。如果说对方真的是侵害你的领海，然后经过多次制止不听，那这没话说。但中共很多时候用武呢是超过一般人能接受的范围，所以2月份当中共一发布这件事情的时候，日本反应非常非常激烈。当时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上讲过这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将来闹大的话呢，可能会变成中日两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纠纷，因为这个钓鱼台已经是一个冲突的点。你过去的钓鱼台，我想你还有印象，过去这个我们也派船出去跟日本争执过钓鱼台主权问题。前几年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去了之后呢，我们的船呢用水柱喷日本船，那日本人很生气，日本后来过2天用大水柱再喷回来，结果在大陆的网站上面很多网民就传了，他说你看打日本的还是要靠国军，因为中共的船呢当时是没有能力喷水，总然没有喷水的就被驱逐。那现在呢，中共大概就是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中共从现在是2021年，他在2018年前后呢，就大力扩建了他这个海警船队。
现在它的海警船队呢，如果不算这个不把台湾算起来，它的海警船队是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尼这几个国家加起来总和呢还要多一些。台湾加进来之后的话，它大概是就是台湾、越南、印尼、菲律宾的加起来，大概是它一半上下吧，差不多这样。所以当日本的海警力量远远不及中共，非常忧心。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日本海警船呢，中国海警船是200多条啊，而有的吨位非常大，上万吨的，上万吨那已经是到达就是驱逐舰、巡洋舰的那种规模了。那再大一点点，有的时候，那日本呢不到这个地步，我们的那些船大概就4000吨、3000吨吧，大概就上下。所以严格说吨位什么是不及的，那它吨位大、数量高，而且中共很多海警船呢是正规海军拨过去的。所以过去我们不是讲说民兵船是第2海军吗？其实这话讲的不准确，准确的说，中共的海警部队呢是第2海军，因为其实他自己也这么说的。所以如果再加上民兵船的话，那他的这个海上武力呢是相当可观。所以这3件事情呢，日本非常在意，因为中共的发展呢，日本非常在意。所以日本呢强烈抗议多次，那这一次呢很明确讲到说，我们完全无法接受中共这方面的发展。是，这当然也是白皮书里面很正式的，像老师讲的，把中共的这些对于日本的影响更明确的把它说出来。其实这时间点很有趣，大家知道，因为日本正在办奥运，按理应该这时候都是要很 peace 的，要好好讲，没想到看起来这段时间的发言是很强硬哦。特别白皮书也把台湾放在美中关系的框架上，老师这里面到底怎么说呢？对，就像我们刚前面开头讲了嘛，原来他是把台湾呢放在这个中国这个章节下面，因为它是一中政策嘛。那现在把它单独列出来，倒不是说改变了一中政策，至少就是日本对于台湾的观察有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当然，日本过去我常常讲，我说日本一直把台湾看得很重要，因为你想想看，别的不要说，安全部分不要说，你光说经贸的部分。台湾一年对日本提供了大概10%到20%的这个收入，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对他来说呢，这经济上的这个重要性非常高。反过来说，如果说台湾一旦被中共拿走了，或者说受到中共很大的影响，日本在台湾没有得到这么大好处的时候，那对他冲击非常大，这第一点。第二点，你从地图上看。如果说真的台湾被中共拿走，或被一个对日本有敌意的国家拿走的话，那日本的海上交通受到很大影响。他们现在讲的就是上次是岸信夫吧，岸信夫还是中山泰秀我忘了，反正就是防卫厅的一个防卫省的一个长官讲了，他说如果台湾丢掉的话，对冲绳直接构成威胁。那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清楚了。事实上，你不要冲绳了，你看与那国岛，那不是更近吗？所以他把它列在这里啊。那我们现在仔细看呢，日本这个白皮书，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他把美中对抗呢列为新的章节，然后在这新章节下面把台湾摆进去，所以他把台湾当作是一个美中对抗的重要因素，或者我们说美中对抗的热点，那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了。那除了这个。台湾问题之外呢，他也列举了美中对抗的其他因素啊，比如说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然后这个美中在政治、经济、军事互相牵制、互相竞争态势。那其实更重要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日本讲的还不算不够多了，应该讲的再多一点，就是美中在高科技方面的竞争。而这些问题呢，台湾都扮演一定的角色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指出来了，那事实上我们过去讲过，所以这都呼应了我们过去的观察。他们提到说，美国呢过去对中共呢是比较不能说容忍吧，应该说比较合作的吧。在川普上台之后呢，明确认清楚了中共对美国的威胁，所以呢对台湾的关注加深了。所以日本这次特别提出来说，美国呢按照台湾关系法呢，11度对台湾军售啊，在川普时候11度对台湾军售，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卖的有战斗机啦，然后长程的空对地飞弹啦，然后这个暗射的这个鱼叉反飞弹、反舰飞弹啦等等，那这些都是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所以对中共来说威胁很大。但反过来说，我们在国际上看呢，就是甲国对乙国军售哈。如果军售的武器的那个先进程度越高，或科技程度越高，或杀伤力越大的话，表示说他对这地区就越重视。现在你看到就是美国卖给台湾的军品呢，已经都不是一般的军品了。虽然有些东西我们想要还没有拿到，但是卖东西已经不是一般的东西。然后美国经常讲说卖台湾防卫性的武器。而这个防卫性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如果那时候我们在节目上谈过的817公报，如果说跟817公报精神相吻合的话，就应该说，他卖给台湾这个武器呢，不管质跟量呢，都应该是配合中共武器质跟量的发展。就中共上升，他卖给台湾武器的这个质跟量也要上升；中共上升，它也要上升，它等于是这样的。所以换句话说。中共的建军呢，对周边国家心理上跟安全态度上造成威胁，那么美国也必须提升对台湾的帮助。这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我们也提过，我们说中共的军机啦或军船呢，对台湾的附近活动越来越多，对台湾构成威胁。不管是你过中线或者逼近中线，或者说在台湾西南角不断的这个出入的话呢，那大家的感觉就是。第一，你好像想改变现状；第二，就是你现在即便没有改变现状，你看起来是在打探未来改变现状的路。因为台湾的西南海域呢，大家看到为什么这1-2年来这么热闹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1-2年来，不但就是中共的这个飞机跟军舰，每隔一段时间就从台湾西南这边走过去，美国的也过来，对不对？那不只是说双方互相秀肌肉的问题，重要一点就是台湾西南海域有什么特点？有些专家可能会明白，台湾西南海域呢，刚好是大陆棚进深海的地方，所以那地方呢是潜舰呢很可以躲藏去伏击对方的一个点，一个热点，所以中共可以藏在那里去攻击美国、日本或台湾的这些船只。同样的，美国、日本、台湾的这个潜舰也可以躲在这里，然后去伏击中共或其他敌对国家船只。所以这地方慢慢就变成了热点。那我们刚好这个地方，也就是巴士海峡的西北角，就我们跟菲律宾中间，但比较更偏台湾一点点。这第3个特点。第4个特点呢，白皮书上就特别讲说。除了美国的行政部门之外，美国的立法部门、国会呢，对台湾的支持度呢也越来越强。我们过去提过了嘛，亚洲安全再保证倡议法嘛，然后台北法案嘛，跟其他一些这个法案。那么，然后国会呢也特别强调说，因为中共的这个威胁比较强，所以对台湾的军售呢应该要增强、要定期，然后要提升等等。然后他这边还提了一段话，这段话比较有趣，我们过去不完全这样看。他怎么说呢？他说美国国会敦促这行政部门说，美方应该考虑要改变了对台湾的经济安全呢，跟什么呢有威胁的这些国家啊，美国要改变跟这些国家的接触。这讲的不只是中共啊。这讲的不是中共，所以这个包含的范围就比较大。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国际上面真的对台湾构成威胁的，坦白说也只有中共，其他国家倒还没那么明显，最多就是唱和一下，然后这自找麻烦而已。所以日本这个白皮书列了这东西呢，表示说他们有算是比较清楚的观察。可是对照我们过去讲的东西，有些东西他没有提到，所以我还得再想想说，为什么有些东西呢，他竟然没有提？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文章可做？是，刚刚延续老师刚刚提到的步骤，因为台海的这些威胁，随着中共的军力不断的提升，美国当然也加大了这个数量跟品质哦。即便也许我们觉得还不够来对抗中国，现在未来无止境的哦，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不断的这个军事的一些扩张哦，所以这个我很好奇，白皮书针对当然直接是台湾，甚至邻近其他的国家，特别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或者老师你有什么观察到什么样的一个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两岸军力对比哈，那个
一个是国防经费。大家都知道，中共的国防经费不断在增加，不断在扩充啊。它这个海军造舰造了这么多这么快呢，那跟它经费增加是有关系。日本看了一下，就是台湾过去大概一段时间以来呢，大概差不多10几20年来呢，台湾的国防经费每年都差不多，这水准基本是持平的。而中国大陆是快速爬升，所以到去年吧。大概差不多，大陆的国防经费呢是台湾的差不多16倍。白皮书没有算，他给了数字，我算了一下，差不多16倍左右。这是很惊人。大家说大陆这么大，所以它经费会比较高，那可以想象，应该这样说，它应该是等比例。如果说它不是那么想要急于扩军的话，应该是等比例。也就是你一直是2倍、2倍、3倍、3倍，现在你上升到台湾16倍，这是很惊人的数字。当然，我们还觉得说，因为中共会隐藏数字，所以我们猜它真正的国防经费比这个要更多，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就列了在陆军、海空军跟飞弹各方面的这技术来说呢，第一陆军方面，当然中国大陆的陆军量是很大，那台湾量是比较少，那这个可以理解。然后台湾也不断在这个削减这个军队的数量。但是让人比较担心，就是中共最近这段时间呢，建造登陆舰的数字增加，所以这点呢，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再来海空军方面呢，原来台湾的特别是空军呢，台湾的值比较高，但中共现在近年来急起直追，所以至少以量来制值的话呢，那对台湾是构成威胁的。所以他注意到说，台湾现在正在发展不对称战力，那么这点将来可能不一定真的要有人飞机。其实台湾的科技够进步，台湾打造大量的无人机呢，应该可以抵消一部分中共空军的优势。那么比较大的差距是在飞弹方面，台湾当然飞弹技术高，但台湾毕竟很小，所以能部署的这个面积啊跟各方面有限，然后经费也有限，所以台湾虽然技术高，但是呢，它量跟中共来比来说，飞弹上呢是远远不及。中共的飞弹大概就是把台湾炸个好几遍，大概不是问题，不算核弹了，炸个好几遍不是问题。所以日本的感觉就是两岸的军事差距呢，第一越来越大，第二越来越朝向对中国大陆有利的方向去前进。那日本觉得说这点呢，可能特别需要关注。我比较好奇，就是说日本除了关注之外呢，还能做什么事情？这个大概值得来观察。那当然，我们老师刚刚提到的白皮书里面都诚实承认中共现在不断的军备扩张，当然都产生许多的影响可以讲大概是意料之中，因为其实这个在白皮书之前，其实日本就有做了许多的一些对于中共威胁论的部分不断的声明的啦，所以大家有说提高了这个中共的比例对于日本的威胁，想当然了。但另外一个一开始也提到说，原来一直都把北韩当作是一个最重要的威胁，这部分有改变吗？应该说是略有改变，他倒没有说降低北韩的威胁，但就是说相比之下，就是北韩威胁可能还那么大，但中共威胁超过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超过他了。但是北韩对日本的威胁一直很大的。话又说回来，就是北韩他也必须把日本看作一个敌国，才有办法去凝聚内部。所以北韩第一这么强的时候，日本也没办法放松，这第一点。第二点，所以这日本对北韩军事动向呢，也一直非常在意。同样的，北韩的一些军事活动，不管是在飞弹发展方面，尤其是核武发展方面呢，北韩相对是不太透明的，共产国家嘛，北韩相对是不太透明的，所以日本也非常关注。他也看到这个北韩的快速发展这个弹道飞弹，我们叫导弹了。然后它射程涵盖日本，不要讲，因为几年前它已经发射飞弹可以横过日本上空，对日本造成很大的震动。他现在比较担心就是北韩开发出可以携带核子武器的飞弹，这点是他们觉得比较头痛的，因为这东西打过来，日本那么大，大概2、3个呢，打到东京、打到京都附近，大概也就很惨了。我不敢说怎么样。但是现在让日本更担心的就是北韩正在开发呢低空的，然后不规则轨道的这个弹道飞弹。大家都说弹道飞弹怎么会不规则轨道呢？因为一般来说弹道飞弹是这样飞嘛，这叫弹道嘛。是。那什么叫低空呢？就过去要这样打，然后这样下来叫高空，这样低空。
低空就是你可以看到，但不容易拦截，因为飞得太快了。高空就是中空比较好拦截，高空有很高空再下来也很难拦截。为什么？因为打下之后它垂直下来，你很难去瞄准它。你这样有个曲度的时候，我可以瞄准；垂直下来几乎没有瞄准，而且下来就有重力加速度会特别快。好，那现在北韩发展低空，所以第一呢，时间会比较短，难瞄准。第二点，它叫做这个不规则轨道。什么叫不规则轨道呢？打到一定高度之后呢，它打开滑翔翼，然后它会飘。它有滑翔一样飘的时候，它的轨道就不是一个很直线，就不容易瞄准。就像一个人对你跑过来的时候，左闪右闪左闪右闪跑，你就很难瞄准它。那北韩正在发展这种技术，所以这种技术是很难对付的。所以北韩现在就是它的飞弹技术呢有比较大进步，然后呢，它的攻击的手段呢也比较复杂化，所以日本觉得很头痛。坦白说，日本的飞弹技术也相当不错。大家不要忘记了，日本是可以发射火箭的，虽然过去几次失败过，但它是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但是自己能发射是一回事啊，然后能够发射反弹道飞弹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对日本来说呢，都是很大的威胁。是这个，当然也是值得可以去观察的一个面向。然后最后的部分，我刚才是不是也请教老师？老师整个看完这个日本的在2021年的这个国防白皮书，有没有什么老师觉得可以给大家去综合的一些建议？也许有些观众朋友今天听完老师的这个说明之后，赶快就去翻一下，老师有没有做一些给大家的一些综合的一些所看到的一个评论？ OK， 大家要看可以啊，不过它蛮厚的，我提醒大家一下，它有个相当的篇幅，然后有一些这些用语呢，即便它有那个日文版跟中文版，大家可以找中文版来看。那不晓得现在这网上出来没有？因为那个人家过去是一本本上送我的。有的地方不太容易看，因为它即便翻成中文之后，它有些观念呢，跟中文的观念还是有点点语境上差异。不过大家去看一下也好了，了解日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我想大概我能够想到几个观察，第一点就是日本怎么说这件事情。日本的防卫厅长官呢岸信夫他就讲说，日本很关注刚刚前面讲这个问题，这是日本的国防安全的这个观察跟考量，但他特别强调说，日本跟同盟国美国的合作是最重要的，也就是重申了日美安保。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东西啊，在国际政治上，我们常讲说，你能够跟第一强国同盟，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能跟第一强国单独同盟，那是更重要一件事情。过去台湾跟美国有过中美协防协定，那叫单独同盟，那很不容易的事情。日本现在也有，所以日本很看这个东西。那这个防卫省呢，不但强调跟美国同盟，他强调说也要跟澳洲、印度等国家呢去合作，这是我们说的四方会谈。他特别了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也要加强合作。这就我们讲，我们说现在看起来很多欧洲国家对于中共在亚洲的活动呢也感到不安，所以现在英国的航空母舰不是来到亚洲了吗？现在正在跟日本来进行这个军事演习吗？法国的船不是前阵子来过了吗？德国船下个月要来吗？所以表示英法德这些国家来，当然他没有列举了。其实荷兰啊、加拿大啦这些船都来过，然后他还特别强调。日本还要跟加拿大、跟纽西兰这些国家共同合作，而且要共享一个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么个愿景。那么换句话说，他要利用这个愿景呢，把大家都联合起来，说我们要维护这个秩序，这个秩序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好处的。这就为什么大家都指责中共说，不是怕你崛起，而是说你不按规则来游戏，然后破坏了我们大家的现在这个宁静的环境。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觉得说中共会这样做呢，固然引发大家对他忧心，但它的来源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对国际局势的误判，他对美国国力误判，这过去我们讲过。也就是因为中共的误判，所以他的这个战略姿态非常高，他的战狼外交等等都是因为来自于这误判，也因为他姿态过高，所以国际回应就很激烈。所以这样一来呢，变成说双方就这样对抗起来了。本来不需要这样的，结果现在你的动作越搞越大，越搞越大，逼得大家就是我不能不跳起来应对你。而日本的白皮书呢，就反映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所以这样看起来，中共是有点骑虎难下。而这个骑虎难下，到他明年要开这个20大的时候呢，之前呢可能会变得更加难过。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将来恐怕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焦点。那台湾也深陷当中呢，我们也必须要好好应对。是，的确，我们从美中台关系延伸到美中台日啊，日本因为跟美国同盟，老师刚刚提到，更清楚的知道，日本也许搞不好是在做试水温的动作，也某种程度就是让大家更清楚美国在将来的一些所谓政治的或者是一些国家方向，更不用讲美国的国防排比出，也许跟这个部分也许都会有一些联动的关联，都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那今天很谢谢我们明居正老师带来我们最精彩第一手的2021年版日本国防白皮书。那今天就再一次感谢明居正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感谢大家的收看。还是一样提醒大家，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觉得非常的棒，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转传、按赞，然后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有看到我的口罩，这是我们《震惊最前线》我们制作单位有特别用心做了一个节目的这个口罩，未来可能也有机会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当然我们在节目随时都会做最新的相关的一些国际的，特别是中国议题的一些内容跟大家来做分享。当然在最近我们看到节目当中也谈了许多有关中共100年党庆习近平的一些谈话。当大家对于其中他提到的头破血流这4个字大家特别的好奇当然这不是中共第一次对外慢慢的开始去展现他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这个情怀、民族的团结，这种去凝聚所有这种国家认同的主义可以理解。老实讲，每个国家都是如此那但比较特别是它的内容里面也提到说要用14亿的人民血肉。我在想，为什么要14亿？为什么不用9000万共产党员？那明明是共党的党庆，为什么要把其他14亿人都拖下来，然后要用血肉筑成的？这又让大家过去题目也谈论过，说这会不会又是那种人海战术？中国什么都没有，就是人多，人命听起来不大值钱。因为任何的国家的元首在谈到一个抵御外部的一个压力的时候，会要用人民的血肉来筑成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的文化，或者这政党的文化。那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拍案惊奇的主持人大宇也是很久不见我们跟大宇请大家问候一下。谢谢宏林大家好。是我们很开心，就再次邀请到大宇因为大宇每次来节目当中都引得起许多的一些讨论。大家他自己也有视频，其实他也是非常棒的这个评论员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震惊最前线的骄傲，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目标。其实我们有机会能邀请到全世界在做中国议题评论的这些顶级的最棒的这些评论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他来跟我们这个透过这个平台来做交流。我想这也是很少有的节目能做到的一个方式，我们也会努力所以有许多的听众观众常常会留言说能不能再邀请谁，我们觉得都非常棒。当然我们很开心的是这些非常棒的评论员都很愿意来到我们节目。老实讲这我都讲很诚实，其实我们的这些通告费都不是很多，这些人真的要不有强烈的使命跟理念，他们其实是有满腔的热血，有机会他们都很乐意来做他们自己一些价值理念的一些陈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那当然针对刚刚我们提到的习近平在100年的谈话，其实不止他了，我们看到王毅也一样，都说警告你们不要把我们当作是100年前的中国，我们现在已经是非常强盛了。特别我们看到有人说这个所谓的头破血流，他一定是有针对一些国家来做提醒。特别他也提到说，你不要当这个又是人权的祖师爷，说三道四。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有人就暗指说这其实就是对美国的不爽，对美国的发声。大宇你怎么看呢？谢谢。那么我是这样想的就算习近平当时说头破血流这4个字的时候，他脑袋是一片空白的，什么都没有想，他所指的也一定是美国。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能力啊，最有能力跟中共对抗的那就是美国。那其他国家相对来讲，综合实力呢，跟美国来说呢，还是比较弱一点的。但是美国是最有力量也最有实力跟中共对抗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习近平不管他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美国还是不指美国，他一定会跟美国有关。那实际上啊，从现在的趋势也能看出来，整个的这个世界潮流啊，就是在反共的最前线，那是美国，美国确实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么美国政府啊，现在它是要跟欧洲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组成一个联盟，包括现在亚太的日本啊，还有台湾呐，还有这个其他一些的，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它都要组成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抗共联盟，那由美国牵头，那实际呢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说呀，习近平说头破血流，那他这个指的呢，他暗中指的那一定是对美国。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为什么要用头破血流这4个字呢？我是觉得呢，这个首先呢，习近平他不会自己写稿，这个稿他不是自己写，他是别人给他写的。那别人给他写稿，他只会提出一个具体的思路 ，OK， 他会告诉给他写稿的人，你这么写啊，我要表达这样的意思，要明确啊，什么样的立场。那写稿的人就要绞尽脑汁啊，就要去想怎么写。其实啊，我在他7.1天门上的讲话，我听到了很多重复的语言，就包括这个头破血流，我印象里以前也听过类似的话。所以说呢，我就感觉他给他写稿的人已经是词穷了，就是他每一次对外讲话都是喊那么几句话。其实这个头破血流，这个头破血流这4个字啊，对我们来听啊，都已经是耳朵已经长茧了，已经听的是不能再听了，因为他每一次的对美国的喊话都是如此的强硬啊，只不过用的词可能稍有不同，但是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么好，这写稿的人写到这儿了，那怎么来表达这强硬的立场呢？那么习近平给他的要求呢，一定是 OK。现在呢正处于这个美中对抗，是吧？这整个这个中共的国际形势啊，他要表现一个很强势的，因为习近平是深深的相信啊，东升西降啊，相信自己是世界老大啊，可以自己平视世界，这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所以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他也一定要这么做。之前我们知道，习近平啊，在6月份的时候，他要求过中共的这个文宣系统，包括外交部，要放弃战狼语言啊，扮可爱啊，要跟这个外国在交流的时候呢，要宣扬一些就是说这个中共所谓正的东西啊，然后就是说装可爱呀，传递一些什么讲中国故事之类的，用一些比较 soft 比较软的方式来传递，但是没有推动啊，不能成型。这个我看到有些报道就是引述知情人的消息也是说，就是他想放弃战狼语言，他这个事儿推不动。那么为什么呢？一个就是说他正好赶上这个7.1党庆，那共产党现在呢，他最主要的一个维持他统治合法性的手段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他要靠对外的强硬来煽动民族啊，就是说 OK， 只有他会叫老百姓觉得啊，只有共产党能代表中华民族啊，能跟这个外国敌对势力对抗。那不管是外国有没有这敌对势力，是不是他假想的，这个他不管，他就要塑造一个这样的敌人，然后呢要跟他去对抗，这样呢人们的目光啊就会被吸引过去了。其实跟以前斗地主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共产党起家啊，中共他在这个。他怎么赚钱呢？他一开始没有钱，除了在延安烧鸦片，那其他的在这个井冈山时期，他也斗地主、绑票富人家的这个亲戚啊，然后呢叫其他的亲戚去拿钱来赎啊，甚至是直接就是抄地主的家啊，把地主杀死。他叫土地改革，他整个他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都是这样斗争性的，是煽动仇恨的。所以他这个基因就带着，那习近平本人他也是这个共产党那个圈子里的嘛，所以说他整个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习性，他带着这样的观念。那么他在这个关头啊，在7.1党庆的时候，他呢就要表现出共产党的强硬，而且呢，他就是说，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这个倒共大潮之下吧，他不可能说是 OK， 我要表现的就是说比较 soft 或者比较怎么样，跟之前有一个比较大相径庭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可能是觉得是政策哈，但是呢，外界看他会觉得。那可能让外界看会觉得共产党突然变软了，那这个可能他不够强硬，那对他自己连任都可能是问题。所以说呢，他一定会让他给他写稿的人这么写，就说要头破血流，就是他不会这么具体要求，他会给他一个方向。
那么写稿的人呢就用到这个词头破血流，那这样呢这个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词拿出来了。但是这个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头破血流，我们正常人是不会这么说话的。我们刚才像我跟大家介绍的哈，共产党他起家的时候就是斗地主啊，就煽动仇恨呐，树立一个敌人，然后凝聚另外一拨人，他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来维持统治。他的起家最早是巴黎公社，那巴黎公社那共产党的历史书写的比较好了，实际上啊，真实的历史巴黎公社那是一伙流氓和无赖啊，他们就是这些人在巴黎，那巴黎当时是满街的艺术品，巴黎公社运动之后，把巴黎满街的那艺术品呢销毁了好多，都是那个巴黎公社那些流氓干的。那现在结果共产党在历史书里把他们捧得很高，而且呢以前共产党呢他是直接称呼自己叫流氓无产者，他不是叫无产阶级，他前面有2个字现在不要了，拿掉了，他原来是叫流氓无产者。他后来觉得这俩字不好听，他就把流氓2个字拿掉了，就变成无产者。那实际上啊，共产党从起家就一直都认为流氓、地痞、无产，所谓无产就是不务正业。大家知道传统文化里面什么人无产呢？不务正业，对不对？天天赌博，或者说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或者说是四肢不健全，这样的人是无产。哪有真正的无产者呀？无产者那是被人鄙视的，但是共产党就要把他吸纳作为他们的精英中坚力量。这是为什么呢？他是要把社会中那些最我这么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受冒犯哈，但是真的是这样啊，他要把社会中的一些垃圾啊，早期是这样啊，集中到一起。那当然他去利用这些人的时候呢，这个操盘手他是可能有点文化，但是呢他具体利用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很多真的流氓进来啊等等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他一路走来也都是这样。那而且共产党它里面掌权呢，它也不是看你有没有文化，这个我们接下来可以再细讲。所以说吧，就是呢，它之所以能够接纳这样的名词头破血流，那就说明共产党它本身带有这样的流氓性，这是它基因里面的一个元素。所以说呢，它能接受这么说。我们正常人是不会这么说话的，说 OK。我这个你对我不好了，你小心点啊！我代表我们家人，我让你头破血流，你小心点。那或者是任何一个美国政府这么说过吗？美国政府跟中国，就哪怕跟中国说话哈 ，OK， 你这个中国，你中共啊，你对香港啊有问题，你对新疆种族灭绝，你要是这个不改变的话，我让你头破血流。美国会这么说吗？这一听就是流氓，对吧？所以说呢，他们不会这么说，但是中共会这么说。而且很奇怪的是，中共这么说了，中国人很多还叫好。这一部分呢，很大一部分是网军在网上带风向，也有一部分人呢，他是我感觉啊，中国大陆里边大部分人他是不会跟着中共这个风向傻跑的，只有那一小部分人，有很多的流量啊，有很多什么点赞，我都很怀疑它里面有很大的水分，因为中共太会做这些数据造假了。真正那种没有头脑的小粉红，就是中共说什么是什么的，我觉得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它还有，但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少。那不管怎么说吧，它能煽动一批人啊，在中国大陆它能煽 OK， 大家都觉得 OK。这中共这么说了，一下子这个民族感被调动起来了。那中共就是这个目的啊，他就是要用这种流氓词汇，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这种文化啊，这种表现去拉拢人。那拉拢到的也是那种，就是民族主义一上头，他就冲昏头脑一样，他就不去理智的去思考了。那所以说呢，他能喊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任何一个理智的人。理智的政府都不会说这样的话，都不会说头破血流。那么好了，我们回过头来说这4个字，它到底既然这么说了，它有什么目的？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啊，它这个头破血流，它呢并没有真正的是给外国人说的。这就好比今年3月份的阿拉斯加美中峰会。那杨洁篪在会上，还有王毅啊，跟这个布林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们的对话也很激烈，甚至就差感觉要扔椅子、扔瓶子拍桌子，就差这样了，都是骂战啊。当时在阿拉斯加峰会，他说那么前面话，但是呢，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当时那个坐在杨洁篪身边的女翻译官呢，他就说我这段我要翻译一下啊，然后杨洁篪说什么呀？说你还要翻译吗？啊，那看看吧，这可是考验啊，大概这意思，就说杨洁篪说那些话根本就没有等翻译，他根本就不想，就没有打算说叫翻译完全翻给这个美国人听，
那么他说这些话是为什么？就是讲给中国人听啊。他表面上好像是对着你在说话，实际上是指桑骂就是说他另有所指啊。他就是其实说给中国人民听的啊，就是来为他的统治制造这个合法性啊。这是第一点，就大内宣啊。现在这叫大内宣。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这个头破血流4个字呢，他既然敢喊出来，说明呢他在外交上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啊他要跟西方是硬碰硬的，他不是说我会对你软，或者说你怎么样，我跟你谈判呢，我跟你很理性的哈，像绅士一样跟你交流，他不会这样，他呢一定是 OK， 他要两边呢就是你要美国，他用一个词叫欺负。啊，中共的统治就是这样，他总是在塑造一个受害者心态，他叫国民普遍拥有一个受害者心态。其实没有人欺负中国人，也没有人欺负中国，是你中国欺负别人，别人批评你，然后你说别人欺负你，这不就是一个很精神疾病的一个状态吗？对吧？他就是在中国在营造这样的受害者心态，所以说呢，他就是说 OK， 那这个任何人想欺负中国，想欺负中国人，那么呢，14亿，看中国人又被代表了。那真正想好事的时候不代表，发养老金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给退伍老兵发这个福利可能有问题，学生的这个一些福利可能也有问题，甚至一些这个金融平台暴雷，他这些维权者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上访户啊，这些都解决不了。这些时候共产党就不记得要代表他们了，代表他们是什么时候啊？要保护党啊！你们14亿人组成铜墙铁壁。然后外国人要欺负我们，其实指的是欺负共产党。那样怎么办呢？那你们会在这14亿人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在语言上都丝毫没有对人民的一点点怜悯。刚才洪林我觉得有一些话说得非常好，就是说中共啊，他其实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漠视生命。往往呢，我们在这个美国报道一些新闻，说哪个地方死了10个人啊，几个人，20几个人，我们都会觉得，哎呀，这人太多了，在美国这算很大很严重的事故了，全国媒体都会报道。一次枪击案死了6个人或者5个人，全国都会报道，而且会持续报道2、3天，这至少的。那过一个礼拜、2个礼拜，还会回过头来再总结一下。这是因为人们对生命的重视，死一个人，你像。他从小到大长得这么，就是说他成长过程各方面，他这个人就没了，这是一个多么悲伤的事儿啊！但中共在他眼里，这些都是平淡无奇的数字，所以说他在国内他可以历次政治运动杀很多人，在他眼里眼都不眨，所以说人们管他叫杀人政权嘛。那么他呢，也在这个头破血流这句话上也体现了这一点，他叫14亿人民在任何关键时刻都充当他的铜墙铁壁啊，站到他前面。让外国势力跟中国人民干，那共产党干嘛呀？这个很有意思，对吧？你共产党，你要按照正常政府逻辑，你应该共产党 OK， 你不是保护人民吗？你应该站到人民前面。你要是任何人敢欺负中国人，我共产党跟你拼了，我让你头破血流，对吧？你这么说也可以，但共产党不这么说，是人民你站到前面去，你碰到人民上面，他叫别人保护他。所以说这也体现出共产党的他一方面是漠视生命，再一个他一个非常极度的不安全感，实际伴随他的政权。那共产党为什么心狠手辣？它也伴随这个因素，就是说一直存在着这个政权的不安全感，因为它的政权本身就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上，在这个非法的基础上，它还不断的干坏事，不断的建立敌人，那所有敌人都要消灭它，那它不断的在不安全感中生存，它不安全感反而会给它带来更残忍的手段，所以它的一个恶性循环。就共产党它越往后，它的统治手段，它只要习近平这个人，他只要不放弃共产党。现在看是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他只要不放弃他只要按这条路走下去，共产党啊，它会越来越残暴，但是它也会越来越走向灭亡。是，谢谢刚刚大宇很清楚的把头破血流4个字完整的让我们了解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委哦。那你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看起来这里面也有很大的是大内宣的成分，可是大家有没有弄巧成拙？会不会因为它虽然名为是对内部的中国人民的喊话，但毕竟现在国际化，既然网络又这么发达，西方的这些我们讲的欧美的许多外国的元首，他们还是有能力，内部的媒体也会报道，这会不会反而造成了我们谈到的其他的国家、国际的社会对于中国，甚至直接讲应该是对于中共反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当然你怎么观察呢？
我觉得呢，外国媒体啊，他对这个事情的报道呢，普遍分成2种观点。那一种呢，就会觉得中共这样说，他会去理智的去分析，说中共这样说，他头破血流嘛，他一定是想跟西方硬碰硬。比如说啊，台海，因为习近平这次天安门讲话的很大程度上，他针对的是要统一啊，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多。那假如说台海发生战事啊。那么西方它有多大的实力，或者说在其他领域跟中共对抗，它有多大实力？它硬碰硬的话，中共它能不能占到便宜？那么西方有多大胜算？他们会进行理智的分析。那么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就知道了。我看过一些报道，几乎不会把中共这句话当回事儿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中共这样说很假大空，因为中共本身它军事不如人，经济现在出现危机，粮食现在粮食安全都有问题，还有他们内部的权力争权夺势啊等等，它很多方面它都不如西方，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强大的国家联盟吧。那这样来讲呢，就是说他喊出这句话，西方会觉得很好笑。那有的人因为西方人他有的思维比较严谨嘛，他不会笑话你。但是他经过理性分析之后，他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会觉得中共这样说，有一种就是给人很不舒服，但是又打不疼别人，就像这样的感觉。那么另一点呢，就是说，那西方媒体就会几乎就是无视中共这么说，因为他会觉得会直截了当的说，这不是说给美国听的，这就是说给中国人听的。美国有很多智库啊，他对中共啊常年的研究，对他们的习惯非常了解。对他们这个话术也都比较就做过深入的研究，他们就知道这句话它就是给中国人说的，并不是给这个外国人来讲。特别是像这个阿拉斯加峰会，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是吧？杨洁篪连女翻译他都没有想到要让女翻译去翻译这些话，啊，那都没有给他机会这个翻译。所以说呀，他这习近平在天安门上说的这个头破血流啊等等这些话一样的，他最主要的目的我感觉啊还是对内说的，他对外的话。还有一个证据啊，为什么说它对外的就是比例不足呢？因为呢，在新华社它在翻译成外文的时候，它是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程度的词，它翻译成英文叫头破血流嘛，它翻译成叫 will find themselves on a collision course， 就说这个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任何人啊胆敢跟这个中共国对抗哈，那么他们会发现自己会。在一个走向碰撞的这个轨迹上，他并没有说碰撞的状态，头破血流是一个状态。我碰撞之后 ，OK， 我头破了，然后这脑浆迸出是吧？血流一地，这是一个状态。但他新华社没有这么说，这个状态很吓人呐。那意思就是他这样翻译过来的，如果说直接翻译说头破血流，那么会给西方一个非常有恐吓的一个感觉。但是新华社他给翻译成英文之后，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会走向一个对撞、碰撞的一个过程、一个轨迹。那这样呢，就是一下就变成一个西方人比较能接受的一个比较理性、有保留的。共产党说话是没有保留的。共产党我们看他的这个媒体啊，他的官方文件也好，他说话是不保留的。中共讲话非常极端，他是不留余地的。但是他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新华社的英文翻译它是留有余地了。这留有余地呢，它是符合西方人的思维的，因为西方人他就正常的人类社会做事儿都是留有余地的，都是要就是说讲究一个平和，是吧？但是中共不是这样。那他既然新华社这么翻译了，就说明啊，他并不是想要特意的去激怒西方啊，他是实际上是给对内说的。但是呢，西方人懂中文的太多了，他想骗西方是骗不了。美联社他直接自己啊，没有用新华社的英文稿，他是自己直接翻译的中文，他就给翻译成了 broken heads and bloodshed， 就是说头破血流，就直接按字面一五一十的翻译过来了。美联社是这样，还有其他一些媒体，美国大媒体也是这样啊，他直接翻译中文，所以这他想骗西方也骗不了啊，就是因为西方一直在研究它，都知道它怎么回事儿。那么至于说中共在不在乎这个国际形象啊？这个其实呢是一个真的是他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命题。其实中共并没有什么国际形象，他所谓的国际形象就是死不认错，这就是他的国际形象。他遇到什么问题，他要维护形象的第一点就是说，这不是我的错，你管你自己的毛病，你弄一什么毛病？就像一个人说我大宇你有什么问题，我说你管好自己，你看看你自己什么事儿都没做好呢，你来说我干什么，对不对？他是这样的。
他所谓的国际形象就是死不认错，他把自己营造一个什么事儿都对的一个形象，对内是这样，对外也是这样。像武汉肺炎啊，中东病毒，全世界大流行的，不管说这病毒是谁造的，或者是怎么样，你起码来讲，它确实掩盖了，确实延迟报道了，对吧？延迟公布这个人传人的情况，而且对美国、对世卫都有所隐瞒，这是显而易见的证据。那这一证据就足以说你哪怕态度好一点啊，国际社会都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谅解，因为国际社会它正常的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的。那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是这样进行的。但中共就不是这样，他绝闭口，他绝对不会承认我这个病毒是他到死，就是中共倒台的前一天都不会承认病毒是他什么问题造成的，他一定会到进了棺材里，他都会那个嘴都是硬的，他都不会承认错误。这就是中共的国际形象。那至于说他现在的国际形象怎么样，大家都有目共睹。他其实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朋友，他所谓的国际形象也是个伪命题。中共从一开始建政，有一些西方国家给他递来橄榄枝，是为了苏联，是为了利用中共啊来这个他想跟这个中共跟苏共之间呢搞一个隔阂。那他可能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这个共同利益嘛，那么他可能中共利用因为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中共跟苏共的关系也不好。那这样呢，就是说他跟西方，因为中美关系这么建立起来的嘛，就是因为这个有一定程度的原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他跟这个中共跟苏共闹不好嘛，他就是这个美国就是来找中共这边想跟他那个套近乎哈，就想跟他联络，然后一起对抗苏联，然后还有其他原因啊，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很多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就是非洲国家呀，还有一些什么国家哈。那这些国家呢，它是中共是送钱啊。那中共在以前是中共讲59年到61年所谓的3年大饥荒，其实呢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粮食，就是它叫自然灾害，3年自然灾害其实就是大饥荒啊，就是它因为大跃进呢，那会儿大跃进是怎么回事啊？可能有些台湾朋友不知道啊，就是它是一个村子啊，比如说啊一个村子它建立一个人民公社，这个人民公社呢。它是就是吃饭吃在一起，甚至很多活动都在一起。那吃饭吃在一起怎么回事啊？它就是大家中午一起到集体大食堂一起去吃饭，然后呢，他就说呢，因为中共他造假宣传嘛，他说我这个粮食特别足够，特别充足。他下面的人也都这么说，你要不那么说的话，你就反动了，你就在反对共产党。所以你还不能说粮食不够，你得说粮食够，这样的党听了高兴。那这样粮食够，大家怎么样比赛吃饭？粮食浪费非常严重。那有的人拿粮食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很快这粮食消耗很多。那这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大炼钢铁啊，就是这个把很多的家家户户把锅也砸了，不是呢，就说去做别的事儿的，搞政治斗争做别的事儿的，超英赶美去了，并没有从事农业劳动，农业就荒置了，因为。反正这大锅饭嘛，我干不干活都有吃的。反正我今天我是大懒汉，我什么活都不干，我中午一样去食堂吃饭，我饿不着，因为我吃集体的，不是吃自己家的，对吧？所以很多人不劳动了，田地荒芜，没人种，那这样日积月累，造成了那3年大饥荒，就是整个就没有粮食，青黄不接。那么其实那3年是风调雨顺的啊。那这3年的时候呢，那就是中共呢，他呢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都在支援别的国家。中国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他还在这，为什么？他就是为了拉拢啊，这是用这个拉拢的手段。往下也是啊，往下他不同时期，其实他一直都没有真正跟他好的朋友。你像说美国跟英国吧，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在，它2个国家很好，是吧？那你说这个，就说欧洲的是法德、法英之间，它可能有一些恩怨，但它后来的建立起的这个普世价值啊，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它都是相通的啊，这些世界都是相连通的，包括跟台湾呢，这都是相连通的，大家都是，互相心都是敞开的。但中共不是，中共它是闭锁的，因为它是不主张自由、不主张人权的，他认为21世纪是威权的世纪，对吧？现在是这样，所以说呀，就是从它历史上来讲，到现在他一直搞共产。一开始，比如他有这几种情况，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啊，一个是西方国家利用它搞一些国际上的平衡，另一方面它是靠收买，再一方面就是那古巴、朝鲜跟他一起搞的共产主义小兄弟。但是大家知道啊，共产党他很多人就形容共产党他就是流氓嘛，流氓政权
很多政要，西方政要也这么形容。那他们流氓之间是没有真正的友情的，流氓之间只有共同利益，没有友情。所以说，共产党啊，他从一开始到最后，并从来都没有朋友。他所谓的盟友，那些共产党也都是互相之间斗来斗去的，他也不是真正的朋友。所以说，中共从开始到现在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国际关系。那特别是到了现在，他几乎把全世界都得罪了。那他这样一个政权在现在呢，他如果是表现得好，那可能国际社会呢，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国家为了利益哈，那美国公司或者加拿大的公司呢，就是他为了利益可能闭嘴啊，他就对中共视而不见。但现在中共怎么样啊？大家知道，前2天滴滴出行到美国6月30号到美国上市，7月2号啊，7月2号那个中共就开始对他审查，说他没听话。结果这一审查之后，这可倒好，滴滴出行的所有 app 在中国大陆下架。然后造成滴滴出行在美国股市大跌，而损失非常严重，连带着很多受审查的，因为不止滴滴出行受审查，还有其他的，都在美国的这个股市狂跌。而它这股市一跌呢，它不是中国去美国上市的公司受损失，它还有美国的投资者受损失啊，还有给美国给他牵线的那个介绍人，他也是受损失的呀。所以说，这样一连带来讲，美国人对中共的这个中国去华尔街上市的这些公司啊，根本现在就没有好印象啊，根本就不想。你看，中国现在出去有麻烦，对不对？现在特别是在国内，中国企业想到美国上市的，现在都不敢出来。现在是这个情况。那么去大陆投资的呢，现在他们也不敢。从川普时期就已经是了，川普要求企业都回来，美国企业都回到美国国内生产，来带动美国的就业。那不要去中共，而且他给这个企业很好的税率，这是非常好的政策。那就算到了现在也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在中共病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特别是美国发现一个什么严重问题啊，就是很多药物的生产是要靠中国的，中国这边它一出事儿了，它这边的产业链就断了，它很多东西产不出来，不止药物，还有其他的。就很多产业链，包括苹果，包括其他的很多。这个去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很多货物是缺少的，是没有货的。那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它把所有产业链都集中到中国了，那么它这个钱拿不出来，对不起啊，它这个物资生产不出来，所以说就造成全世界的这样一个物资的短缺。所以现在大家都学聪明了啊，产业链呢逐步的都在往外撤。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大家还记得前几个月他们约谈特斯拉吧？就说你到了中国之后，不管你是中企还是外企，你都面临一个被割韭菜或者是屈服于中共的这么样一个趋势，甚至还要你建立党支部。之前就是有报道，好像是几年前就有，就是说去中国的外国企业也要建党支部，他就是要这样。所以说，这个外国企业啊，他到中国投资，他是面临很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呀，这个观点是越来越强啊，大家认识的也越来越清楚。所以说连利益啊，中共现在连利益都没法吸引外国了，特别是他现在本身就走入了一个经济的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那还有一个香港的例子，那我就不细讲了，大家都看到了，很多香港的外国企业要撤，就是因为法律啊，就国安法嘛，还有其他一些政策性的因素，它可能就失去自由，很多东西要被中共管制，甚至公司的数据都要交给中共。那这哪个企业会那个去顺从啊？还有新疆棉的事件，对吧？前段时间这个因为新疆棉，每个外国企业都要表态，那不表态的就要面临打压。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哪个企业又继续敢去中国那么像以前去投资呢？所以说现在连利益啊，中共都没法吸引外国了啊，所以呢就造成这样一个情况，对不对？那外国对中共啊，它就处于是一种就是很不满的状态，或者就是很冷淡的状态啊。那现在呢，就是说他所谓的国际形象，其实也就没什么了，他只不过现在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他自己在唱独角戏。那习近平从2020年1月到现在，差不多19个月都没有出访，他不是他不想出国，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去接待他。现在整个全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因为各个问题嘛，在国际社会已经是比较，就是谁碰都会觉得会沾到身上很臭的东西啊，所以说谁都不愿意跟中共交往或是过密。那他的国际形象也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进一步的就越来越崩塌吧。
是，其实大宇刚刚提到的部分，大家其实可以好好来做一下思考，特别是我觉得。我们一般啦，就在民主国家里面，政党的这个所谓的党庆跟所谓国家的国庆其实不大一样哦，因为党它不是国家，党也会轮替哦。但中国所以一直我们一直谈到说，中共一直说你不要妄想把党跟这个中国共产党跟中国的人民分离，他自己说的。所以回过头来讲，他党庆应该也是跟国庆一样重要，某种程度就需要更多人来祝贺他才有面子啊。所以我就很好奇，在这一次是不是如果照前面这样的分析，是不是这一次某种程度也显示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是由从这个事件上来讲，反而是显示这次的100周年的党庆，反而是他很显示他孤独的这个部分。当然你在观察有这样的现象吗？这个党庆呢，中共呢，它的最大的目的呢是在此，因为它逢周年它都要庆祝嘛，它这是它一个惯例。那么它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继续在国内。他借这个机会啊，去宣传他执政的合法性。他要说他 OK， 他代表中国人民，他为了中国做了这么多事儿，就算人不相信吧，他会那么去说。因为共产党说的话从来都是很多人会有很多争议嘛，但他不管那些，因为他是靠强权在压制、在统治这个国家。所以说呢，他在宣传什么，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就是考虑的，他并不是考虑你怎么感受，他要考虑的是我怎么灌输，你要怎么接受。所以说呢，他在宣传的过程中，在他这个做党庆的过程中，他主要是对全民洗脑，又有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节目里是从来不放共产党的那个盛大的场面，因为他那个盛大的场面本身就是在洗脑。那中国人一看，哦，这鸟巢这个放的烟花好大呀，这个东西好壮观呢，是吧？这个看这个人民，朝鲜也这么搞啊，朝鲜他不有那个什么阿里郎的表演吗？一搞就是1万个演员在场上演，多壮观呢！以前毛泽东的时代，中共也是搞什么东方红是吧？一堆人在台上演，多壮观呢！现在这个百年党庆也是，天安门整一堆人，一鼓掌，他是下面有领掌的，下面 OK 鼓掌，完下面啪鼓掌，这个掌声热烈点，他下面有这样会给你做手势，完下面就掌声热烈点，就是这样，他全都是做出来的。但他就是要这个东西，你旁观者看不到，但是他是用空拍从上面拍。你这样一个盛大的景象，你拍出去看，哇，中共好强大呀！这真的是谁碰着谁头破血流了。他把那个鸟巢的东西放出来 ，OK， 所有的影星都去表演，完事那所有的场面包装的非常的宏阔。那这样的话，他一放出来，哇，大家一看到中共真的有钱，真的好厉害。那他就是要营造这个效果。他的百年党庆的最大的目的是继续给中国人洗脑，这是他的最大目的。至于说外国怎么看，外国怎么样，他庆不庆贺他自己心里都有数。他自己现在在国际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德行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货色，他自己心里是大概有个数的。他不在意这些，他主要目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洗脑。那至于说他一定，那他党庆嘛，他一定也要是给自己脸上贴点金呢，说你看这个有外国的人来，但是大家知道这次党庆几乎就没什么外国元首去。你说普京俄罗斯跟中国人的那个他发音叫普京啊，不是普丁，所以我现在一般习惯就说，因为我们观众里有很多人他是习惯叫普京，所以我经常叫普京。那这普京呢，他也很明白这个情况啊，里边的利害关系他也很懂。你说他要是真跟中共好的话，这百年党庆他就是去天安门多好啊，跟习近平站在一起，但是连金正恩都没去。习近平估计也不会让金正恩去，因为他会嫌金正恩这个分量不够啊，他可能会找，要是美国总统都去的，假如说美国去的话，他会非常欢天喜地，但这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就说呀，他肯定是会希望有人去他党庆去捧场，但没有人去，这是一点啊。那再一点呢，他为了给自己贴金，营造一种万国来朝的一个局面，他勉强发了一个什么？他的官媒啊说 OK。有这么1000来封贺电啊，这个信函啊，祝贺所谓的党庆，还有一个什么150个国家元首啊，什么政党组织啊，发来贺电呢，发来贺词，全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啊，就是日本有一个党派，他还不是执政党，他的人他就在中共说完之后，他就直接回怼，他就说什么呢？他说这不是我主动要发的，是你中共来发请帖让我发，我才发的，对吧？那日本有这样的。
那么在其他国家也是，它是有的西方国家或者是民主国家，它是个别的党派议员，他是没办法了，真的是，中共他可能给他发了一封什么请柬呢？他是勉强的给一点面子哈，他给写了一封大概那样一个，还有其他一些组织或者机构啊，或者什么国际上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发给中共的贺电呢？比如说印度的共产党。印度也有共产党，但都是小众党派。那这样来讲，就是说，给中共发贺电的，一来呢，他可能是就是说，这种西方的是实在不行，勉强给中共一个面子；还有一个呢，就是跟中共是同一货色的，都是共产党或者是左派党派左翼党派，这样的会给中共发一点这个祝贺。还有一类就是有求于中共的，我看了一下，中共说什么多少封贺电。它里边大多数都是中美洲国家那拉美国家然后呢还有这个中亚国家，还有就是非洲国家，都东南亚非洲国家可能都少，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大家发现没有，都是有就中共它用“一带一路”各方面去收买各方面投资它其实跟中共它有一点投资关系，或者是有求于中共，它才要来发贺电，但是。G7国家，什么美国、日本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没有发贺电，就是以政府名义的贺电都没有。就美国总统发了没有？日本的元首发了吗？也没有。所以说，中共说有150个国家元首给他发什么贺信，我都打很大的问号。这G7国家都没发，你那150个国家哪来的？他可能连，我猜会不会是把这个一些元首级别的人都算进去了？他并不是元首，他是元首级别的一些人的，他都算进去了。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就是说中共它这个东西就是只能是唬人这如果我们细致的去研究、去深入探讨的话，会发现它这里边根本就是很多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来一个外国元首去天安门跟你习近平站在一起，那是最直接的，但是没有人去，可能一直最主要的就是你中共自己那几个人。所以说他这个其实。要是细说起来讲呢，确实是他的一个丑事儿。那么刚才您提到这普京我就简单的说，这普京呢，他其实他几次讲过，他自己呢，他是坐山观虎斗，他引用过中国的这个谚语就是两个老虎打架，猴子在山上是要看着的，说他就是那个猴子。所以说他美国他不得罪，中国也不得罪，但是呢，俄罗斯普京的体制它是一个威权体制，它不是独裁体制。威权体制跟独裁体制的区别是。它会给人民一定程度的自由，那中共就不是，中共它是个独裁体制，有的媒体，西方媒体也叫它威权体制，我觉得不准确它就是独裁体制，它不会说给你什么自由，它是完全是控制的，政府要控制一切。俄罗斯不是，俄罗斯是威权体制，它是给你一定自由，然后呢，它是总统这俄罗斯的这普京他权力很大然后呢但是呢他给你一定自由，所以说他这个。体制是不一样的，他已经抛弃共产主义了，而且俄罗斯有什么宗教仪式，普京是去的，很虔诚，在宗教这个教堂里面做洗礼做礼拜普京是非常虔诚的，所以说他是信神的，这跟共产党无神论又不一样。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就是普京跟中共俄罗斯跟中国这个红色中国，它是有根本不同的。所以说，现在俄罗斯跟中共完全是利益关系，它没有任何的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沟通都没有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沟通是怎么样呢？就普京有的时候，像前些日子就是，普京拿出说，你们别忘了以前是谁。普京不是这么说的大概他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你别忘了当初是你们是怎么起家的，百民党庆嘛，你别忘了当初你们是怎么起家的。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中共当初只不过是前苏联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那当时你们的活动经费都是苏联给的，所以你们不要忘了是俄罗斯帮的你。那意思是你现在中共再给我点利益吧，再给我点好处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普京会拿着意识形态去玩中共，他这样的。但是他跟美国呢，他就不谈这些，他跟美国谈的是自由民主价值，他不会去 promote 美国式的民主，但他会否定美国，批评他的民主。他会说俄罗斯也会怎么好对不对？他会这样跟美国，他会所以说呢，按这个角度来讲呢，俄罗斯反而跟西方会更近一点，俄罗斯跟西方稍微更近一点，跟中共完全是利益关系所以说呢，普京他很聪明他这次他不是说他知道中共臭，谁沾谁臭，所以说呢，他不跟中共看所有国家都没给中共贺电G7国家
他也不想跟中共站一起，就臭到这种程度。所以普京就说：“我以个人名义给你发个贺电。”这就是面上就是表面上过得去就好了啊，就是并不是说以俄罗斯的政府名义给发什么贺电啊，那这个完全意义就不一样。所以说，这普京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很会玩弄权术的一个人。那共产党他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是，这谢谢大宇分析哦。其实在这次中共100年的党庆哦，他们后来还有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跟世界政党的领导人的高峰会哦。这里面当然发生一个小插曲是习近平在念稿的过程当中，念到重复了，然后还回头问说，他念完了吗？这个部分让大家非常的讶异哦。当然过去习近平就有念错字啊，用错一些词啦等等，就引起大家的讨论了。我们过往有许多评论者也说他其实不是一个水平文化教育程度很高，但我必须说，其实在许多的国家来讲，不叫做教育程度高的人就叫做很有道德水准。我必须说，也不是这种学历不高的部分就在社会上一无是处，倒不是这样的意思哦。只是说，我们当然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有他的本事跟风范。当然大家就会反问啦，就说这样的人他为何可以管14亿的人？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14亿的人甘为这样子？如果我们认为许多在谈到这一种所谓的表现，可能不一定是为大家所认同的部分的这样的领导人，可以牢牢的抓住这个整个中国。当然你怎么看呢？首先14亿人呢，他也不是甘心被他掌握，是不得不被掌握，因为他们没法反抗，那共产党拿走了控制他们一切嘛。他们现在想反抗的话，他们自己会遇到很大麻烦。所以中国人基本上他有反抗的心，但是你想叫他凝聚起来，现在看上去好像比较难，是吧？那么习近平说他有没有文化？其实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不看重你有没有文化，这是他不看，他看重的是党性。什么是党性啊？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能不能跟党保持一致？党叫你杀人你就得杀人，党叫你怎么样就得怎么样。从共产党的起家到习近平这一代他一直都是心狠手辣的。那这个是共产党的它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里边，他要大家对共产党呢，就是有一个可能要建立一个概念，就是共产党它是一个宗教，它真的是个宗教。它的平时它有党校的，党校学习。共产党，如果你真的学进去了，成为他的党徒，真的去仔细研究了他的理论之后，你要成为他的一个真正的党员死心塌地成为一个党员，那你真的会成为一个邪教徒。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它里边很多，比如说他就是说共产党要怎么建立他要消灭一切现有的阶级，他才能建立。所以说他对一切都是视为敌对的，他对宗教是敌对的，对传统皇权是敌对的。那这个苏联10月革命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沙皇家庭就都给枪毙了嘛。那么就是说他对于其他知识分子，中共在建政之后，对于威胁到他的知识分子，甚至富农地主，然后这个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当初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当时在大陆的国民党，他们的遗留下来的军队一些政府官员呢，都是批斗杀死严重的会杀死了很多人。所以说共产党它是要消灭这些阶级的，它要建立这个无产阶级。实际上说到这儿其实现在共产党我在我的那个节目里边也经常会提到这一点，就是说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的共产党，它只不过维持共产党这个名字这个名义在维持它的统治。实际现在的共产党的本质就是流氓团伙加一个邪教的这个外壳，对吧？他以前的共产党他也不，因为以前共产党他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吧？他是要流氓地痞这些人起来，然后掌权，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它是敌视的。你想开公司想挣钱，这是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的。但是共产党他很奸猾呀，邓小平那一代他开始改革开放，他开始要适应时代，什么所谓的什么。不管黑猫白猫，什么抓着耗子就是好猫，那意思就是说我管你搞不搞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只要挣到钱只要这个把中国这个他这个度过执政危机就行实际他就是这么想的。那所以就是中共现在搞起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
那现在共产党也不是当初的共产党了。如果把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放到现在的共产党，习近平这波人要被那波共产党给斗死的，因为这波人是现在最大的资本家，是最大的反党的那派，他是反共产党的。但是呢，他反过来他要用共产党的理论维持统治，所以说他处处都存在这样一个人格分裂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总说它不长久，因为这样人格分裂它是没法持续的。就说呀，他现在呀，他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的共产党了。那么就是说呀，整个这共产党啊，它这个发展下来，那整个它这个过程，那它就是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习近平呢，他这个人呢，就无论是这么说吧，无论当初的共产党还是现在的共产党，他呢对这个你的知识啊什么样，他都不看重的。他虽然现在呢，他跟以前有所不同，他也是在维持。他既然延续了党，他延续的他是这个中共的他的这个统治的这波人，对吧？这波红色家族、红色权贵啊，这波人还在，还是这波人。那他维持下来的还有共产党的理论，他党校还有，他还要用共产党的理论去包装、去粉饰、去给人洗脑，这些他都保留下来了。因为不保留这些，因为如果不保留这些的话，他真的就变成完全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那他也脸上也挂不住，他也没法再骗人了。所以他必须维持这些形式，特别是最重要的，就当初共产党的那些红色权贵家族啊，他们那个大概100个、200个那些中国的超级红色权贵，这些人都是当初这个共产党所谓的打天下的这些人，他们这些家族呢，牢牢控制着中国的一切。那么我们去追查中国的那些大公司什么的哈，企业什么，往后追到底都是这些人，追到底的，他们拿着中国99%的财富，只分给你14亿人1%啊，你们需要去当他们90%拿着99%的财富的人的这个铜墙铁壁啊，他们只有200来个家庭或者100多个这样的家庭啊，他们控制着，他们是集体世袭制。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就是我这么说吧，以前的皇权它是单独世袭嘛，对吧？一个家庭世袭，但是它这么集体来这个确定下一步谁掌权，然后它是你不管谁下一步换谁，就算习近平下去了，下一个上来的还得是这个，就说中共这个实权呢，还是掌握在这个红色家族的手里面的，他不会给别人，不会给外人。那就算有一个。假如说上来一个，他可能不是红色权贵家族里面，但他也只不过是个傀儡，是一个代理人。那真正的那个权力啊，是掌握在那些人的手里边的。那这样一来呢，这也是造成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它里边的这种继承机制啊，它并不一定是任人唯贤的。它首先它就把这一点排除很多了，它变成了任人唯红，你必须是红色的苗，这是一点吧，对吧？这他就把这个有知识的人刷掉一大堆。那好了，那在这个红色权贵的大圈子里边，当然它里边也有新贵啊，有一些新贵是后来这个掌权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个势力，它也算是，它并不一定是打江山的，它可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它也是在这个圈子里边的。那么，它这个里边这个圈子它世袭的话。那可能有的人有知识，有的人他没有知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得看谁的党性更强。那这个就比如说这个64的时候，那64的时候，我们总说江泽民啊，这个人他前党魁嘛，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他的上台呢，他是64事件的最大受益者。64的这个开枪的命令啊，可能不是他直接下的，因为他当时也没有那个权利。是李鹏啊或者邓小平他们下的令，但是呢，江泽民他借着64这个事件，他表现很好，他支持中共去枪杀学生，他支持对人民采取暴力，他坚定的站在了邓小平的那一边，得到了他们的赏识，觉得这个人党性强。当时还有别人呢，但是就是江泽民，他也算是红色家族里边的，因为他本人他其实没什么，他的父亲是个汉奸，他亲生父亲是个汉奸。但是他没有，他认了他的养父做他的父亲，他的养父是共产党的地下党，是给共产党立过功的，所以说呢，他也算是中共一个红二代里边的一个其中之一啊。然后呢，江泽民呢，他就这样呢，他就进入权力层了，他是踩着64学生的血进去的，他是非常支持去枪杀学生啊，这样他就受益了。
那这样的人上，那江泽民有知识吗？江泽民没有任何的文化，他是一个科长，一个地区的小科长，他怎么上台？他就是靠这种站队、政治表态，然后呢，他整人嘛，就中国有句话叫整人啊，就是说他搞小圈子去排斥异己，他这个特别的，他玩的特别的，他是搞自己的一个黑帮团伙。为什么他掌权之后，中共里面出了个江派啊？就是因为他总是搞小圈子啊。他就像黑老大似的 ，OK， 你给我办事了，我给你好处，给你金钱美女，给你让你享尽荣华。那这样的话，你给我，但是办的事儿全是恶事儿，全是坏事儿，都是这样的。那活摘器官就是江泽民下的令，但是呢，你帮他活摘器官了，他给你钱呢，那就是这样的，他就是靠这个收买。所以说，像江泽民，他有文化，他也没有文化，他会说2句英语，那个东西，那搞不好那个找个中学老师来当那个中共总书记，说的比他还好，所以说这都不算什么。那这个东西就说他本身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知识储备。那到现在习近平他选择也是靠这个红色的派系他选上来的。那他上台之后呢，他完全是靠这个共产党内部的世袭啊，他是隔代指定接班人嘛，那习近平之前就指定他了啊，就叫他上来。那不是他上来，那之前那个有一个政变团伙叫薄熙来嘛，对吧？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想叫他上，薄熙来也没文化，他也没说。文革的时候，他自己亲手啊，亲自一脚把自己的父亲的肋骨踹断了，他都能做出这么心狠手辣的事儿。所以说呀，从江泽民到薄熙来，那习近平也是你说他的这个手段，他就没有手段吗？他其实也是挺狠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之前的什么所谓的打虎运动，他打下了几百万个他的在党内的一己势力也好啊，还是什么势力也好，他打下了几百万人，所以他的这个手段也是手腕也是很强硬，只不过他对一些政治的智慧可能缺少一些政治智慧，但是他在整人上啊也是中共那套东西，所以说呀，我们可以发现啊。中共上来的这些人，从邓小平、江泽民什么到这个政变被打压下去的薄熙来，还有这个现在的习近平，都是心狠手辣之人。所以说，共产党当他的总书记不需要知识，他要看你是不是心狠手辣，是不是敢整人，是不是敢于用血去维护共产党的这个续命。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你才具备中共总书记的资格。所以说，他的挑人绝对不是挑你有知识，你可以当他的谋臣。可以当他的这个御用文人，你不一定去当头，所以说呢，他是这么样一个体制，他是一个流氓控制下面所有的，所以很多事儿搞得也是这个一塌糊涂嘛。那共产党他整个下来，他一直也就是这样一个传统。李克强他有点知识，有点那什么，但是他只是总理，他也不太可能，因为那为什么不能他去做总书记啊？那就是手腕上，他就没达到那么，可能就没那么狠吧，没那么他也就说现在中共那圈人呢，可能都不怎么样，但是呢，就说相比之下谁更狠，那你谁就可能就能出头。那最后就想分享一点，就习近平啊，他们这波人呢，他这个年龄的人呢，都是那个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他虽然受过中国有很多像他一样在文革中受过中共的迫害，但是呢，他没有认清中共。他没有摆脱中共，他认为中共这套东西还是好的，就像那个魔戒里那个弗罗多，他带着魔戒，那个魔戒的魔力最后吸引到他，他被魔戒迫害的那么严重，他都不愿意放弃的，到最后要毁掉魔戒的时候，他都犹豫了。他说，这个谁带这个魔戒？因为那个权力的诱惑呀，那个魔戒那种诱惑哈，魔性的诱惑，他就要这个是我的，他不想给他摘掉，最后还是那个。咕噜给他咬断手指头，完他激怒他了，然后最后那个魔戒被动的被销毁了，他自己主动的还没有战胜魔戒的诱惑。那共产党他这个权力就像这个魔戒一样，你谁当了共产党的头，哎，你就有了这样一个哈。对，我就是刚才举例子了，我就说呀，习近平呢，他们这代人呢，他们都是。他在共产党的社会里熏陶，他虽然受共产党迫害，像魔戒一样，但是呢，那共产党的那个，你当了共产党的官员，你在国内趾高气扬，你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你可以为所欲为，飞扬跋扈。真的，你在大陆做共产党的官员，不像在台湾，一堆人给你提意见，是吧？你这个做了一点事儿，下面的老百姓啊，
媒体报道你，然后社交媒体传播你的谣言也好、真相也好什么的，反正在台湾当这个政治领袖人物就很难，因为你要受到各方面的这个政治的压迫。好像有的人都说我可不会去台湾当政治家，因为这个太累了哈，因为就是要受方方面面的这个批评。中共不是，你去中国太舒服了，你当共产党的官员，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到这样的情况下，那他在共产党的体制里，他虽然受了共产党的迫害，但是他还要共产党的，他觉得这个东西舒服，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享受是好的东西，他认为他可以给他带来利益，所以说他就被迷惑了呀，他就要继续维持这个权利嘛。所以说他这代人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有些人也受过迫害，但是他没有认清中共，他认为中共这个东西还能给他带来幸福能给他带来享受，这是一点。那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一代人他没读过书，没读过什么书，因为文革它本来就是反文化的，对吧？它就是文化大革命嘛，那西方文化它也反，闭关锁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也反。那会儿就是大家打架，上大街打架啊。小学生、中学生全上大街，分成两派，造反派啊，什么搞这两派一起打来打去，最后这10年就这么过去了。完上山下乡，向农民学习，学种地学这个干农活这些事儿。习近平不就去了梁家河嘛，200斤担子不就那么来的嘛？所以这波人他们没读过书，他们会的就是毛泽东那一套。你看薄熙来也是跟习近平年龄差不多。薄熙来也是就是毛泽东那一套，共产党那一套，所以说他们这波人成长起来，他没有别的，他就是共产党这些东西。对民主来讲，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陌生，他们不知道民主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养成了一个妄自尊大。我最后回答您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在这个稿子里说 OK， 我读完没有啊，是吧？那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在那个环境里啊，他妄自尊大嘛，代代领导人都是这样，特别是到他现在，他成为一尊了，他更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在他那个环境里边，他就是说了算，我就是老大，我说什么我这个我怎么样你都不会笑话我，因为我就是皇帝，对吧？这习近平真的就是把自己当成皇帝，他也在享受自己的那个东西。所以说他在国际会议的场合里，他也认为东升西降，他也认为他是老大，他也认为他已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他已经养成了那种唯我独尊的习惯了。所以说他很随意的就说了一句：“哎呀，我这稿子我这段读过了吧，是吧？我读完了没有啊？”他就很随意的说出这句话，是跟旁边的人说的。那意思就是说，叫他来给你服务，你看一看我这个是不是读的怎么样？他就是一个中共的典型的官老爷的一个官腔的一个状态啊。他之所以说出这句话，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妄自尊大呀，已经是形成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性行为。所以说，在那样的国际性场合，他也不在乎，而且那些国家可能很多都是有求于他的。他这是在什么会议上啊？是在什么共产党主办的全世界政党大会。那能来的政党基本上不是有求于中共的，那就是跟中共同样的是左翼政党，那就是臭味相投吧，都是这样的人。他一想，你们这都是有求于我的，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他在国内就是已经那样的了，他对外国这些有求于他的，他更是不放在眼里。所以说他这么就是说，他有什么事儿，他随便就轻易出口了，他不会觉得丢人，他会觉得他就是那样的状态，他就是老大。是这个大宇刚刚的分析，我想也值得我们大家在后续好好去体验一下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去深度了解、去分享、思考的部分。的确，大宇说了，这中共就靠斗争起家，基本上可能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坐在上位的人应该都是斗争手段非常好的人，但他不代表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我们所谓对于一个所谓领导人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来讲，不全然能具备这个我想值得去做反思，而且这也是另外一个课题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他还是可以牢牢掌握中国？这显然这是中国人至少有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来选择，甚至有可能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来选择。这我想也是另外一个值得就是这个悲哀的事情我想这是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呼吁。包含大宇在拍案惊奇节目当中非常，我觉得可以用苦口婆心
我常常讲说，我真的很佩服像大宇这样的一个评论员，他们真的就是天桥底下说书者那一种心情，不断的希望告诉劝诫更多的世人了解一些事实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更多人提供这些管道跟内容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让有些人有机会更了解一些事实的事情。如果你了解事实，你还做选择，我只能说尊重你，但最怕的是你被蒙蔽、被蒙骗了。我想这个我们必须一起再努力加油。所以今天特别再次感谢我们大宇特别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再邀请到您。再次感谢大宇，谢谢洪林，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